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，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。这份愧疚，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。请进。小叔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快坐下来说。不用了，我问你2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好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照实说。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知道？不错，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。好，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，她的热情、豪爽、率直、真诚，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。虽然我比她大了10几岁，可是不错，我的确真心爱过她。而且到了如今，我仍然没有减少1分对她的爱意。我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吗？不要问我是否满意，你再回答我第2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当时她没有怀上我，如果当时她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，你会不会把她娶回去？我会。你那么肯定？虽然我早有妻室，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，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，就更多了一份顾忌。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，结果呢？他们终于同意了。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。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。就算你有心娶她，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，受到皇家的拘束。我知道，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，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，做一介平民布衣，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可惜，造化弄人，命中注定，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。你要走了？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。那你是肯原谅我了？明日一早我要去祭坟，你可以一起来。
公公，哎呀，您总算来了，小人已经等了半个多时辰了。怎么，你是怪咱家来迟了？不迟，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。不急，咱家有几句话要问你。行，公公，请问。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？是的，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。你可曾告诉他，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？说了。秦香莲有点失望，不过一点没怀疑。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？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，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。好极了，那咱家就送你一程。不，哪能劳动公公大驾呢？只要公公把银票给小人就行了，小人自个儿回去。哦，自家回去，咱家可不放心呢。韩琦在，你送他一程。是。不，小人自己走。咱家是要送你回老家。公公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次能敲诈咱家500两白银，将来你就要的更多，留着你后患无穷。哎呦，公公，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，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。公公饶命啊！公公饶命啊！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。杀！把他埋了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是。不是你那么贪心，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。白小双肯认王爷了吗？认不认虽然不知道，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。白灵，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她跟你一样，有一身的好武艺。她跟你一样，倔强而自有主见。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。灵儿的确够倔强，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。她没有看错你。白大当家的，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，还请王爷大人大量，不以怪罪。不，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。不，
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你。小双，爷爷，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。今天，在你娘的坟前，你也该认父归宗了。我姓白，不姓赵。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，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。小双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，可是我不属于皇室，我属于江湖，属于马帮。小双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，认祖归宗之后，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。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。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，她没有后悔过。小双，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，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。我会留在这里，继承爷爷的事业，接掌马帮。王爷，可以启程回京了，免得府中挂记。白老当家，欧阳兄，后会有期。王爷，请上路吧。京城，为何却无人向朕禀奏？回皇上，八王爷不准包大人继续追查刺客之事，更不准过问他的行踪。八王爷的旨意，包大人又岂能违抗呢？可是皇叔的安危，朕却异常担心呢。出了京城，行踪更难掌握。万一皇叔身遭不测，岂不让朕遗憾终生吗？皇上请安圣虑，展护卫已按随八王爷出京，无论八王爷前往何处，皆可确保安全无虞。哦，展护卫守在一旁，确实让朕放心不少。是啊，包大人早已做了准备，皇上实在是无需担心呢。皇叔一旦回京，要立刻向朕禀奏，也好免除朕的忧虑。臣遵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想要包青提出解释说明。请皇上明示。听说你带人前去驸马府追查驸马身份，可有此事？回皇上，确有此事。好，朕倒要听听你怎么说。
回皇上，包拯手中有一诉状，将驸马误认为另外一人。为求实情，臣招来人证前往驸马府认人。如今已确认，的确与驸马无关。这就是包青的不对了。驸马身份岂能任人存疑？幸亏此事并未传入太后耳中。太后对玉妹十分宠爱，倘若得知此事，势必不肯善罢甘休。那时包青又如何面对母后？臣为查明真伪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对此贸然之举，臣自承有错。皇上，包大人此举啊，本是为了公事，然而冒犯了驸马，也的确不宜。依老夫之见，何不让包大人再去驸马府登门致歉，以化解驸马心中的芥蒂？包青以为如何？回皇上，包拯有错，理当致歉。臣会再前往驸马府，向驸马当面致歉。好，包青能坦然认错，那是最好。朕可不愿意因此造成玉妹心中的不快。皇上，臣行事鲁莽，让皇上忧心，请皇上降罪。那就不必了，你自己看着妥善处置吧。臣遵旨。什么？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？是啊，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，学生已经命张龙、赵虎前去驿馆催促。哼，一名小小的地保，竟然也有不知守时的恶习，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大人请勿动气，或许是另有原因。启禀大人，驿馆回报，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，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。他不来府衙，却又去了何处啊？大人，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，一大清早才开城门，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，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。什么？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？大人，学生再三交代，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，他却独自出城，实在是有违常理。张龙、赵虎在。你二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，如无所获，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，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，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突然独自出城，实在令人费解。莫非是与驸马府认人之事有关？单说，皇上要本府前往驸马府，为认人之事致歉。届时，本府再试探一二，或许能查出端倪。皇上也知道这件事。不错。然而，眼前先要安抚香莲母子，就让他们暂时继续留在府中，待查明陈春的下落再说。就有劳公孙先生了。是，学生遵命。陈春大叔失踪了。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，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。陈春大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？否则，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。你不要担心，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。
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。娘，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？春哥不急，等爷爷回来，咱们一块儿走。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？会的，娘答应过你，走之前啊，一定给你买。哦。春哥会写字了。啊，是啊，刚学会不久，在这里承蒙包大人的资助，我想在走之前给他买支笔，好让他习字。不愧是书香门第，好好努力，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。多谢公孙先生金口。啊，包大人可在府上？向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。啊，大人公忙，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。是。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，打扰驸马之事，登门致歉，还请驸马宽宏大量，原谅一二。包大人见外了，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，本宫只是举手之劳，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？吾汝圣上得知此事，对本府颇有微词。本府若是不来，岂不让皇上操心？皇上怎么会知道呢？回驸马爷，府中人多嘴杂，或许是有人见了包大人带着陌生人入府，不慎传扬出去。奴婢立刻下令追查，究竟是何人在发话。包大人因此受到皇上指责，奴婢在此当面请罪。魏总管无需如此，本府擅自带人前来，本是不该。驸马爷不予计较，已是大度能容，本府又怎能再妄加怪罪？包大人好说。不过，经过此番周折，本府方知，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意，倒令本府意外。包大人是说，驸马爷有所不知，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。是。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。不过，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成交，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。本府持掌驸马多年，当然无缘见面。本府入仕离开合肥之时，驸马恐怕尚未启蒙吧？是。不过，合肥城郊白云寺，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，倒是常去。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？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。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是吗？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，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。本府失态了，还请驸马爷不要见怪啊！不敢。包大人为国为民，公而忘私，本宫佩服。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，不便多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魏明，奴婢在，代本宫送包大人。是。请。包大人请。
喜太后，脉象平稳，气血顺畅，太后凤体无恙。好，你是御医，要实话实说，不要净捡些好听的来敷衍哀家。老臣不敢，太后确实身强体健，无病无伤。那就好，年纪大了，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喜事。太后，还有更大的喜事啊！你指的是什么喜事？乐平公主的喜事，难道太后还不知道？乐平公主的喜事。启奏太后，公主有喜了。你是说公主怀孕了？正是，这岂不是太后的大喜事吗？这孩子，天大的喜事，竟然不说。内侍在，摆驾前往驸马府。奴婢遵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包大人又来府里干什么？包大人只是来致歉，驸马爷又何须动怒？哼，致歉？那他敌白云寺的明慧老方丈干什么？分明就是来打探本宫的虚实嘛！驸马爷多虑，那包大人只不过是随口问问。再说，驸马爷又是对答如流，又何必担心？对答如流，谁知道那明慧老方丈是何许人也？若不是本宫大胆一搏，当场就会被那个包黑头看出破绽来。奴婢也觉得奇怪，驸马爷怎敢说那明慧和尚早已不在人间了呢？很简单，包大人已经为官20余年，他年轻时的老方丈，至今不已七老八十，说他圆寂至少有80%的把握。驸马爷的确是聪慧过人，言之有理呀。眼前这一关给我侥幸度过，但谁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难关？魏明，你给我找的这个身份，不如你说的那样单纯。驸马爷请放心，那包大人查也查过，陈春也来认过人了，不会再有任何问题。眼前陈春是给收买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有问题呢？驸马爷不必担心，那陈春永远也不会出现了。你说什么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竟敢利用这件事来敲诈勒索，奴婢只能让他永远闭口，消失人间。你把他杀了？不杀他不行，奴婢这么做都是为了驸马您好。你，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。该起来的时候啊，就该起来；该活动的时候，就该起来活动。一切都要听御医的话。哀家可不许你擅自做主，任意倔强。母后，您要来驸马府，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吗？哀家要不是这么做，谁知道你们还打算瞒着哀家多久？母后，虽然你不是哀家所生，但是哀家一向是最疼你的。你看你怀了身孕都不告诉哀家。驸马，臣在。你说，这是不是你的主意啊？回太后，臣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瞒太后。母后，你不要怪驸马，是女儿的主意，不让禀报母后的。哦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女儿是担心母后重男轻女，如果生了儿子，才敢禀报母后。岂有此理！如果你们生了女儿，那就打算瞒着哀家一辈子啊？啊，没有，母后。生儿生女都是哀家的外孙，哀家可不许你以后再有这种想法，明白吗？女儿明白。驸马，臣在。当初公主看到你跨马游京，要哀家招你为驸马，如今公主又怀了你的孩子，从今往后，你可别辜负了公主的一片情谊。世美不敢。我料你也不敢。如果你敢辜负了她，哀家可要你的脑袋。母后，你别吓着她。哀家可不是吓她。如果她真敢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哀家可绝不会饶过她。母后，好了，我们不说她了。你怀了孩子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呀，要好好的注意休息啊，一定要听御医的话，知道吗？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啊。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。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？公孙先生，恐怕你我俱都错了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驸马身份的真伪是据何判定的？礼部学籍，王丞相的指认，还有就是陈春，在驸马府亲眼所见。王丞相乃是根据礼部的学籍去查，泸州府的回正也是根据学籍，这其中并未将驸马本人列入查证的目标。大人怀疑之处何在？倘若那陈世美的学籍被人调换，又如何？这……倘若两个人都叫做陈世美，不论学籍，单论本人，在驸马府的那位陈世美究竟是哪一个？又将如何判定？指认，只有经过人证的指认，才能证实究竟是哪一个陈世美。大人，陈春来京，这就是主要的目的。而陈春业已证实，驸马并非来自陈家村的。然而那陈春，如今又安在？陈春凭空消失，绝无可能。唯一的解释，便是他被人收买，做出伪证，而后被杀之灭口。不过，大人，那陈春的下落究竟如何，尚难以认定。那是当然，本府自会静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。既然真相未明，大人又怎能断定推断正确无误呢？只因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，露出了口风。学生愿闻其详。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，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，他却言道，也已圆寂多年。哦，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？不，
白云寺中，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。如此说来，他是在说谎。不错，而这谎言恰恰说明，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，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。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太后要回宫了。是公主命奴婢来请驸马爷的。哎，驸马稍后。太后对公主的疼爱远超过任何人，连皇上也得让公主3分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奴婢是要提醒驸马爷，只要公主受到伤害，太后是会不顾一切地为公主挺身而出。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？事到如今，驸马对自己的身份只能死死咬住，不能松口，否则，没有找到陈春。是，东城外10里方圆都找遍了。邻近的地方官府又如何说？回大人，从东城出京前往泸州的交通要道，地方官府所设的关卡哨所，从清早起尚未发现类似陈春的人出现过。你们辛苦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大人，那陈春不可能凭空消失啊。看来本府的推断的确无误。大人若要再度查证陈世美的身份，恐怕仍然要从舒城县陈家村找人前来。不，再传人来，难保不会再被收买，再被灭口。可是大人，如果没有人证实陈世美的身份，大人也不便有所行动啊。不，府中就有一名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人证。大人是说秦香莲？何不让展昭安排车驾回京？如此一来，也可免除王爷在马上颠簸之苦。马上虽然颠簸，却能让本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。唉，恐怕展护卫很难体会本王现在的心境。王爷错了。展昭能够体会。哦，难道展护卫也曾经为情所苦，为情所困？王爷见笑了。不，唯有性情中人，方能体会这个中滋味。我又怎么会取笑于你？不知展护卫可愿略述一二？展昭本来有一位红粉知己，
原本已谈婚论嫁，可最后却落得两相分离。可是有第三者介入？没有。那是他家人反对？不是。那，是否跟白灵一样自有主见，而不屑于世俗的理智呢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相依为命的哥哥犯下了贪赃枉法、教唆杀人之罪。是你杀了他？不，是我揭发了他的罪状，最后他自刎而死。本王明白，就因为如此，所以他非要离开你不可。本王说的可对？正是。你当时的痛苦和无奈，本王可想而知。跟你相比，本王可谓幸运的多了。只是这小双，他不肯认我这个爹呀。王爷不必挂心。展昭认为，白小双已经接受了你，只不过一时难以改口罢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王爷倘若不信，大可在他接掌马帮之日再来看他，到时候自然明白。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就释怀多了。上路吧，再不回去，包大人就心急如焚了。包大人，陈诚大叔真的失踪了吗？不错，本府派人遍寻不着。倘若本府没有错过，恐怕他已被人杀害。可是陈诚大叔平时并未与人结怨，又会有谁要杀他呢？对方可能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包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相爷，倘若本府判断不错，那陈春被杀人灭口，乃是因为做了伪证。包大人的意思是，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夫婿。数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宽宏大量开口笑。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，强国人情冷暖最明了。现在将谁傻瓜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